什么是业力三元素？在投胎，你会选择哪个脚本呢？你人生的问题是谁造成的呢？为什么说全世界只有你？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将带领你从中阴的外围进入中阴的内层。在这里，你将对如何探寻人生的出路有所了悟。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业力三元素。第一，不平。失衡是业力流转的第一动力。进入这个环的目的不在于屹立不倒或没命的奔跑，一次次跌倒与爬起，也不是为了教训你的莽撞，本源在打磨灵魂的坚韧与智慧，鲁莽或偏执，固步自封或大步流星都无法胜任注定要去面对的历程。过于脆弱或过于刚强，过于激进或过于寡断，也无法独当一面地去应对变迁的无常。一切的意义在于让你体验与感受到无二的智慧，成就柔韧而有弹性的毅力，灵动而又稳健的风格，诚恳又不固执的态度，积极但不鲁莽的作风，淡然而又执着的心性，最终达成自我实现的最大可能性与利益众生之最大可能性的完美平衡。在灵界里，所有来自各个宇宙文明的知识、记忆、历史和达成过的成就都被大一统保存在云端根目录下，在其间一切都以最优状态运作着。但这样稳定完美的状态让很多意识体感受到超级无聊。如果在一成不变中闭黑关，你能坚持多久呢？1个月？10万年？意识体在完美中也会逆反，渴望感受差异化的体验，渴望探索未知，渴望了解自己，渴望获取更多的智慧。知识是可传输可共享的，但认知与智慧不能灌输强加。甜是什么滋味？红是什么色彩？烫别碰是什么道理？经历带来觉知与认知。在完美秩序中享受稳定平淡的生活，会让意识质疑这样做是否正确。讲道理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去历经尝试体验了所有的挫败，然后才会感叹完美秩序中的稳定平淡。这篇文字就是在传递知识，但你全看完后会更有智慧吗？未必。智慧是在践行中打磨校正出来的，你需要去经历和思考，思考后再去经历，这样反复的印证，最终你才能知道这是真理还是谬误。或许在某处是真理，另一处就是谬误。法无定法，言出即失。言辞总是片面的，书写与解读的过程形成了2次人为的扭曲。你无法形容一朵云彩的真实形状，因为它时刻都在变化。这就是正悟、悟正的循环，这才是反复跑环的目的与意义。闻道、知道、问道、正道、悟道、模考、反观、自证，是一个循环周期。深刻地理解了这些后，您的第2步就算过了，可以进入第3个流程，不干预如果。在中阴外围的第2步中，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平。内层，我的出路在哪儿？第3步，问题。当灵魂完成了必要的人生回溯与认知反思后，一生的不平之处都被识别了出来。不平分内外2种，内在不平是自我认知局限造成的偏颇，外在不平是自我利用了内在固有的认知偏颇去解读世事，扭曲了事实时感受到的不公不义。公义可以是自我的行为准则，但不可如此要求别人，因为别人有他们要达成的助缘剧情，要展现的角色塑造。你知道看了电视剧后拿臭鸡蛋砸演员，当键盘侠骂演员是可笑的，可是在生活里却看不出来一个个角色塑造的用意。第2道门，套路都是套路。指导灵会在此时问你，对此生各个关键节点上的取舍有哪些感触和领悟吗？你觉得这一生都存在着哪些遗憾与不足呢？是哪里出的问题？你觉得要如何矫正呢？一生中那些被你放弃了的选择，那些没有尝试的可能，
那些错过了的机遇会犹如链条般展现出来，并让你看到其间的各种连锁的隐藏关系，自己原先不曾在意过的细节是如何累积铸就了一次次的懊悔、叹息与苦涩的眼泪。不甘的心情让你开始为自己辩驳，你会指责其他人物角色的种种过失，你愤慨于社会甚至时代的不公。你可以在那里义愤填膺地开启怨妇模式，说上很长时间。渐渐地发现自己好像无话可说，因为那些渐变的岔道口上确实有你一再错过的际遇，高我在那里不断地舞动着各种明暗提示，而你却始终沉浸在小我的情绪与认知里，充耳不闻，视若无睹。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那一刻情绪占据了上风，利益蒙蔽了双眼，恐惧左右了思想。当你的自我辩解与对世界的指责慢慢地变成了无声的啜泣，当愤慨与不满化作心灵的愧疚，指导灵会给你适当的安抚，并送你去能量中心进行心灵疗愈和灵体充能。这一过程的长短依据灵魂自身能量频率亏损程度而定。有些人经历了非常情绪化的一生，能量流失严重，灵体能量流扭曲盘结成坨，他们会被安置到某一特定的空间内进行封闭性疗愈，过几个世纪再去看看一身戾气是否已经化去了。到那时，指导灵会再次问，你觉得你人生的问题是谁造成的呢？如果灵体还处于纠结、躁狂、自闭、指责的攻击状态，没关系，再多想几百年会好的，反正灵界没有时间概念，不同空间内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不甘也会造就业的能动力，心里不认输，再来。如果反思与充能的过程总是会给灵体充足的时间去面对自己的内心，会令其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会总结出自己认为是关键的人生转折点和所谓正确的赢家人生轨迹。这时指导灵不会告诉你你的思路是否正确，而是问你，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些吗？你是否能找到属于你的人生热忱与相应的智慧领悟呢？那些贪恋痴迷的东西，这次想好怎么处理了吗？能量充沛的灵体会很有信心地渴望进行再一次相同人生的挑战，用实际行动去体验智慧成长后的人生历程，去印证自己认为完美的人生路径。至此，业力三元素就齐备了，不平、不甘、如果，就是这三个动因成为了推动业的力。业就是灵魂的短板所在，自身成长的功课作业。在投胎、小循环，渴望人生挑战的灵体被牵引到时空井前，井的长相也是每个灵体自我异化出来的，每个人看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负责时空门户的神灵会问你：一，你是选择相同的那个身份去经历有可能不同的人生版本呢？二，或是去不同年代与地域，进入类似的故事脚本中呢？有些灵魂可以在同一个人生剧本里重复很多遍，也无法突破领会。每次出发时都信誓旦旦，日子一开始就有颠倒幻梦，各种痴迷，并乐此不疲了。其实用心踏实灵修的人用不了5年就可以做到灵魂出体。当你亲眼看着自己的皮囊就留在那里，看着时空中那些闪烁着的代码微尘构成墙、门、地面、天空、人物、动物，甚至空气，那些时时流动着的构成了时空真知交替的代码，让你觉得世界假的好笑。再跨越时空去观看不同频率下平行维度中的各个所谓的自己，在那里各自忙碌着生活，父母、爱人、孩子、猫猫狗狗的翘翘犹如出租车一般，各种形形色色的意识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你会在原地忍不住笑出声来，狂奔着，大喊着，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跑累了，最后回到自己的皮囊里，本分地继续去演那个属于你的角色，和那些扮演着你父母、爱人、孩子的各色人物演绎当天要说的台词。
两个不同选项其实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与际遇是一样的，都围绕你未能达成有待平复的业力展开。多数人会选择原来经历过的一生再展开一次，觉得这样至少还有个熟练度的优势，会依稀记得可剧透的一些科目的考题，拿分容易些。也有的会选择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星球上的相同故事线来测试，看自己是否真的活明白了，但不知道其实只不过是换了个马甲的抄袭版，几乎原样照搬。多元立体时空中的我，人生100年不过灵界的一瞬，投胎与回归前后差不了多少。中阴界与灵界相同，是不遵循单向时间线的，一切都同时发生，只是为了方便管理，被分割成了很多不同频率的亚空间，避免混乱。就像是地上的立体转运中心，地铁、城铁、公交、火车站、机场都在一个区域的不同空间中立体套叠，又相互贯通。多维度空间里时间速率的不一致性，导致你在中阴中会遇见无数个你。刚回来的，要出发的，正在疗养的，想不开的，已经了然豁达的，每个你都拥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心智成熟度，谁也不能替代谁，又都是同一个自己在不同时期的残影。神奇的景象就此出现，自我完形与刚来的小白同行，偏执狂与大菩萨并肩，都是你，是不同次代的你，都很重要，因为是一个链条中的每一个环，但这链条盘在一起，堆在一处。最有意思的是，你甚至可以发现，某一个分身就是人生中那个欺负过自己，让自我抑郁到想自杀的人，某一个自我就是杀了自己至亲令我心始终憎恨的人，某一个我就是此生成功从他那里骗得了第一桶金的倒霉蛋，某一个我就是被我抛弃后艰辛独自抚养了我们的孩子的人。原来这些爱过、恨过、伤害过的人，居然都是自己在不同世代中的轮替与课题，都是自己在不同世代中扮演过的角色。突然间就彻底明白了什么叫报应与平衡，什么是自作自受。原来全世界只有我，都是我。得失是自己左右边口袋的平衡，善恶是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的因果。哭的笑的都是自己，也只有自己，帮得住的也都是自己，没有别人。什么利己利他，都是自己的独角戏而已。不同的我体验着二分心中两个面向的不同心境。原来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始终只有我自己在爱着、坑害着、帮助着、欺压着我自己呀。早期你会很困惑地去问指导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灵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就是平复性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所做出的所有行为，你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遍，这样才能闭合上这个能量环。换句话说，你生命中其实没有别人，都是你自己。你所能接触到的整个人生中，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在分别饰演着所有与你有过密切交集的人物。你是给他们注意，还是选择利益自己，让他人感受到痛苦与损伤，亦或是选择共赢的智慧，都是你在不同的智慧阶段做出的自己间的平衡。打妖怪的和妖怪，救唐僧的与害师傅的，让去取经的和去取经的，需要帮助的和提供帮助的，其实都是自己。你的右手抡圆了，打的是自己的左脸，你左手递出的纸巾擦拭着自己右眼的泪滴。在如此这般的重复中，直到有一次，某一个版本中的你可以真正的放下了小我的得失，而感受到纯然的利他喜乐，在付出中内心被法喜滋养，而不在意是否有回报，回报有多少。见众生如我之手足，终生实践着利益众生的行为，启迪并带动渴望立志奉献的人，把热忱转化为行动，在世间犹如细雨缠绵，润物无声，渐渐形成涓涓细流，并凝聚成江海般的实相力量，推动其他角色中的自我也都渐进地变成了共赢的一员，无条件的、不住相的相互托举起之间的升华。
到那一刻，你的世界就完成了扬升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你可以全身而退，达成高我完形的辉煌一刻，成就这一面向完形后的高我。这里的世界扬升不是一个星球、一个种族、某一版本的频率维度密度的扬升，而是入无余涅槃，可以毕业离开这面向的束缚，进入更广阔的领域中去经历了。利他与利己是对立的两极，认知在其间摇摆，为各种故事添加了诸多张力。当你的认知与智慧能真实地达成了一体的世界观后，会发现这个世界中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别人，当然也没有那个所谓的自己。在之间达成合一后，再也不会苦恼取舍间的利益得失。利他其实就是精致的利己，利己也成为了广义的利他。每天锻炼脑力，增长智慧的方式就是挖空心思，想出共赢的法子。这就是地藏菩萨说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中没有所谓的受苦众生，每一个在苦苦挣扎的都是自己，只因还未能放下成见和分别心。第三步解决的问题是，我的出路在哪儿呢？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18期结束，谢谢观看。